这我这出去10多年没回来了，这回你家搬哪去了这？哎，雪花，哈，找不到你家了，这是你家去搬哪去了？我家在前面呢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我这刚刚回来，这还没回家呢，都上你家来了。你上我家去啊？是啊，雪花，你看我在外边10来年了，我也不想在外边了。我这次回来就不准备出去了。你这不出去有什么打算呀？我这还能有什么打算？就让你姊妹2个给我养老呗。你还那么年轻，让我们给你养老，有点太早了啊！你农村不是有房子吗？你自己一个人吃，一个人住，多痛快呀！是不是？给我们在一起，多不方便呀！你说这爸都出去10多年了，再说这么大年纪了，也不想在外边干活了。这现在一干活浑身都是疼的，真的干不动了，就想回来养老。回来养老可以呀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回你老家还落个清清，你也清清，我也清清，多好啊！你想让我给你养老啊，也可以。这不是我也有难处吗？你看我还有公婆，这家里还有孩子，再加上一个你，你说这我和你女婿的这个生活负担不就更重了吗？你为女儿考虑考虑啊，你也心疼心疼我。雪花，你说我这孤单一辈子了，我想在你们这热闹热闹，那都是孩子在一块多热闹啊！哈，那你是热闹了，那我的负担那个多重啊，是不是？要不你去我妹妹家，你也别怪女儿不孝顺，这我也非常想管你来着，是不是？这实在是没有办法呀。那好吧，谢谢爸对我的理解啊！理解，理解万岁！想让我伺候你呀，没门儿！谁呀？小飞，爸。哈，你怎么上我这儿来了？小飞，我这不是想你了吗？我来看看你。想我了，你可以给我打电话，你不能上我家来啊！你看你这背着这什么样的呀？手里提的，像要饭的一样的。你来的时候，这底下的人没人看到吧？小飞，我这10多年没来了，我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你家。爸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呀？你说别人以后怎么看我呀？你看你来，你也不说打扮一下，这穿的什么呀这？小飞，我这怎么了？我又不偷不抢的，我穿什么怎么了这？你自己是无所谓，你有没有替我想想？我这是什么？我这是小区，你让别人都知道，我有个你这样的爸，那我以后我还出门见人不见人啊？那你这样说，我想住下了也。什么？还住下？爸，你想什么呢？你住我这小区，你怎么能行呢？你看你在老家那都习惯了那样的生活，你住在这小区里面，你肯定不适应的呀。你为什么不去找我大姐啊？他说他有公婆，不方便，没办法，他说让我来找你。还他有公婆，那我就没公婆了。再加上我家里边孩子还小呢，家里天天闹哄哄的，这你再过去了，那不是更添乱吗？我看他就是不想养你，故意这样说的。你还是去找他吧。小飞，你这说的什么？你说我这操劳一辈子了，年龄大了，我就想跟孩子们在一块儿，享受一下天伦之乐。你大姐不让在那，你又不让在，我就2个女儿，你说我这以后怎么办啊？行了行了，你别在这哭哭啼啼的，等着街坊邻居听到了，以为出什么事了呢。爸，
我不养你，你也知道我们家那家里面那么小，又有老又有小的，我实在没办法养你。这大姐家吧，别管怎么样，孩子已经大了，你还是上大姐家去吧。你大姐已经说过了，不让我在她家。那大姐既然不让你去，那我也没办法，要不然你回老家吧。小飞，我真是白养你们了。那你走路上慢点啊，等我有时间了，我会回去看你的。这老房子这破的，还能住日子呢？这我的门都没有啊！这我怎么住啊？这。没想到啊，我这辛苦一辈子，两个女儿都不上这家门。快点啊你！怎么了？哎，大美，谁哭呢？哎，那儿呢？这谁呀？我看看吧，哎，哎，你怎么？叔，怎么是你啊？小白啊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我刚刚回来。你哭什么呢？这儿？就是啊，小白，我去你那姐姐家了，他们不让我进门。不让你进门？是为什么呀？别提了，提起来伤心。叔，那你在这儿干嘛呢？他们都不让我在他家，我只有回到我老房子住了，没办法呀。叔，你这老房子都这么破了，这还能住人吗？就是啊，这也不能住啊。叔，要不这样吧，你呀、先去我家居住，这根本就不能住人。是吧？是。哎，没事的，叔，走吧。你看这蚊子这么多，你看这咬的都是疙瘩。去我家吧。来来，我替你拿着。慢点，慢点。走，叔。来，叔，安静。来，里面坐。坐。叔啊，你要是实在没地方去的话，那你以后啊就住我家。这拾到那么干净，我住这儿合适吗？叔啊，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呀？你就放心好了，这儿你随便住，想住到什么时候啊就住什么时候。住这儿也行，我先给我两个女儿说清楚，行吗？那行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给他们两个打电话，让他们过来。那行。这也不知道吧，叫咱们俩人过来干嘛？谁知道啊？打电话催得不得了。来了来了，看看吧。进来。叫我俩什么事儿？进来再说吧。爸，小薇姐，雪花姐，你在这里呀？坐里边。是啊。你怎么跑到人家来了？不是你回老家吗？小薇姐，是这样的，我看叔啊，在你们老房子那儿，一个人挺可怜的，而且那老房子啊都不能住人了，所以啊，我就把叔接到我们家来，我准备啊让叔住在我们家。小白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但是我爸他这有两个女儿呢，那住你们家以后，人家不戳我们脊梁骨啊？是啊，让他住你们家，你没想到俺两个的感受啊？小花姐，小飞姐，你们这样说话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呀？既然你们不愿意养叔，
那我让叔住我们家，难道我们还有错吗？难道你忍心让叔就住那个老房子？你们老房子连个门都没有，而且到处都是蚊子，那怎么住人呀？是啊，他都那么大年纪了，你们这么对他，不觉得他很可怜吗？你们说说，你们两个还不如小白呢。别看你们是我亲生的，都不如我一个侄子。不知道你们的良心去哪了？是不是被狗吃了？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？他是你侄子，他养你，他能伺候你几天呀？你别忘了，这我跟我姐一有时间不都回家看你吗？说家里面有蚊子，那谁家没有蚊子啊？房子不能住，修一修不就行了吗？你看人家老年人哪一个不是自己住的？看我，小飞，以后我也不希望你再来看我了，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了。小飞姐，你觉得你说的话难道不过分吗？就算老房子修好了，可是叔年纪这么大了，你们就放心他一个人住在那儿呀？小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你要给我爸养老的，这以后我们姊妹两个可就不管他了。就是，你这说的要做到，别养个几天又不养了。你们放心好了，我不会像你们一样的。这叔啊是我长辈儿，他想住我们家多久啊就住多久，我绝不会赶他的。既然你们这样说，是吧？好，咱们签协议，咱们断绝父子关系，以后我跟你无关，行不行？行，既然有人愿意养你了，签就签呗。就是签就签呗。我告诉你们啊，我的遗产不会给你们一分。爸，你说的真搞笑，你有什么遗产啊？就家里那点地，一个破房子。我告诉你，我家不稀罕。我也不稀罕。既然你们这样说，小白，去拿纸拿笔签。这是下面一个。说，是我爸房子和地到时候都归你了，你要在这好好伺候我爸。对，让我爸伺候好了，要安度晚年。小飞姐，你说这话怎么好像我们图叔的东西一样？你放心好了，就算叔什么东西都不给我们一样会好好伺候他，让叔啊晚年幸福。那就好。好，你们签字吧。好了，爸，这咱们都签好了，你到时候别再找我们烦我们了。我告诉你，既然签好了，我就实话告诉你啊，这次我回来吧，把我所有的积蓄都带回来了。我这些年在外边挣了总共280万。我这次回来啊，是准备给你姐妹两个分一分，一个人140万。以后我养老就指望你们两个。没想到你们都不让我增加，让我很失望，也很伤心。爸，你当时怎么不说呀？是啊，你这回来，你怎么不说呀？你，我说了，能看到你这人性吗？啊，能看到你的嘴脸吗？这子女养父母还要先说钱吗？爸，你不能这样。你这钱这给我们两个是吧？你给一个外人，这叫怎么回事啊？外人，现在你们成了我的孩子了，啊！外人知道我在受苦的时候，把我带到家里，你们两个好，亲生子女啊，还等什么？协议已经签好了，已经生效了。爸，滚！要不咱先走吧，等我把气消了，咱再过去啊。走。爸，过2天我们再来看你啊，你别生气。畜生！行了，叔啊，别生这么大气了。你以后啊就安心在我们家住着。是啊，你放心吧，我和小白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。好。还有叔啊，你放心，你那个钱我们不会要的，你自己留着花就行。